我叫林星瑶，10年前父母遭遇意外，远在农村的叔叔婶婶赶来处理后事。不到半年，我在单独外出时意外走丢，而他们拿着我父母的遗产下海经商，10年间发家致富。瑶瑶回来了，快让叔叔看看，怎么这么瘦？这些年是吃了多少苦啊！别怕，瑶瑶，以后就好了，有叔叔在，再也不会让你吃苦受累了。王妈，带小姐去2楼客房休息，准备干净衣服和热乎饭菜。是，先生。让她替代微微嫁给君家的风少爷，真是太便宜她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门户？君家逼婚，正好让她嫁过去解决问题。白狼可在？属下在，小姐，您吩咐。 S 国被绑架的人呢？是否顺利解救？已顺利解救，无人员伤亡。只是小姐，您没必要亲自出马处理豪门纠纷。君家的案子没那么简单，君玄烨突然疯癫，其中必有蹊跷，这是任务关键。是，属下明白，一定全力配合小姐，随时听候指令。我们家居然住进来一个土丫头，还说是我堂妹，我才不认呢！我不管我爸妈怎么想的，反正我不认你这门穷亲戚，一身土气，看着就恶心。我要休息了，请你出去。这是我家，你居然敢叫我出去！一个野丫头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妈，这个野丫头她把我摔得好疼！林星瑶，我们好心好意收留你，我说的还是你堂姐。叔叔，对不起，堂姐刚才进来就要赶我走，还要打我。有件事，叔叔要跟你商量。当然知道，我就是前来替嫁过去，去查清君玄烨疯癫的真相。替嫁？对呀，瑶瑶，嫁入豪门，享受荣华富贵。要不是因为你是林家的人，这机会也根本轮不上你。星瑶，你就代替微微嫁给君家那个风少爷吧。那不是骗人吗？那怎么能叫是骗人呢？反正君家当初只说要我们林家的女儿，又没说侄女不可以。而且君家刚才派人来了，态度强硬得很，要求我们3天内把女儿嫁过去，不然就要逼我们公司破产，还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对呀，微微从小蛮横，不适合嫁过去。你要是不帮忙，别说你叔叔的公司，他的命可能都保不住呀。瑶瑶，你看叔叔婶婶对你多好，一早就给你买了这么多新衣服，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一堆叫不出名字的地摊货，用来打发我。可是，别可是了，你想想你以前过的日子，再想想未来豪门少奶奶的生活，叔叔婶婶也是疼你，才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给你。那好吧，我听叔叔婶婶的，我替堂姐嫁过去。就知道这个丫头好哄骗，等她嫁过去，发现君玄烨是个疯子，想反悔也晚了。叔叔，我记得我父母当年还留有一套房子，还有一笔死亡赔偿金，现在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什么房子？什么赔偿金？你不错，你父母当年确实有一套房子，还有一笔死亡赔偿金，但是后来你走丢了，叔叔天南海北的到处找你，托人打听你的消息，花钱就跟流水似的。为了找你，房子都变卖了，赔偿金也全都用完了。当年得知你丢了，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真的找你？这样，既然房子和赔偿金都没有了，那叔叔婶婶就给我准备点嫁妆吧。200万就好。瑶瑶，你说多少？200万？野丫头怎么会懂得要嫁妆？还一开口就是200万，她见过那么多钱吗？我想了想，200万不多不少，既不太招摇，又不会太寒端。我的银行卡虽然是农村信用社的，但是跨情似乎也能用。瑶瑶，你嫁过去是当君家2少夫人的，君家那么有钱，到时候你要多少钱，君家都会给你，还需要什么嫁妆啊？可是嫁女儿不都要陪嫁吗？我们那个小山村都是这样，何况是大城府。如果不给陪嫁，君家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女儿是假的？肯定要说漏嘴。不行，我害怕，我不敢嫁了。这丫头是故意狮子大开价，趁机讹我们的。可君家催婚迫在眉睫。行，200万就200万。
君玄烨，君家百年难遇的奇才，15岁从国际一流大学毕业，成为君家掌权人。此后10年，让君家生意遍布全球。可3年前一场意外，他重伤昏迷，醒来后精神失常。当然，这些是明面上的资料，具体如何还要眼见为实。当初老爷执意给玄烨娶亲，我还以为林家能送来个像样的，没想到竟是这么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本来还想给他个下马威，现在看来用不了2、3天，他就会被玄烨吓破胆，主动滚蛋。让人给他买几套得体的衣服，以后他就是君家2少夫人，不能失了体统。结婚证你收好，考虑到玄烨身体不好，婚礼就免了。律师已经公证过，你们是合法夫妻了。记住，在这个家里，只要你老实本分，我不会亏待你。不该管的，不要多管。把他带去5楼，交给伺候玄烨的佣人，好好安待，别让他到处乱跑惹麻烦。那是2少爷发出的叫声，他不犯病的时候不是呆傻就是昏睡，一犯病就会大吼大叫。这个丫头还真胆大啊！要知道家里不少佣人都被风少爷吓到过。管家，你来的正好，2少爷又发疯了。废物，还不快去给2少爷拿镇静药！你不怕吗？他是我老公，我为什么要怕？这么快就进入角色了，还张口就老公，嫁给这种疯老公还真不如守寡好。给我吧，我来喂他。你们都出去吧，我会照顾好他。刚才药一端进来，我就闻见了迷心草独有的味道。迷心草有致幻作用，长期服用会慌乱心智。这种草极为稀好，没几个人能认得出来。看来君玄烨的疯根本不是意外。本来还怀疑他是装疯卖傻，如今看来他是真的疯了。君家这趟浑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果然，迷心草的毒性已经侵入5脏6腑，已经到了晚期。如果放任不管，不出1个月，他必然命归黄泉。这男人长得是真绝色，五官精致的挑不出一点毛病。这样的男人天生就该站在世界顶端。到底是什么人能把他害到如此狼狈的地步？迷心草虽能迷惑心智，诱发疯癫，但只会让人间隙性苏醒，不会在发病后一直昏迷不醒。而君玄烨不是发疯就是痴呆昏睡，肯定还有其他控制的手段。真是毒辣，居然用银针入脑的方式，配合迷心草双重控制他，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啊！君玄烨，此番我救你，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下次进来记得敲门，这是基本的礼貌。4小姐从学校回来了，听说家里来了新人，叫你过去见个面。君家一共有4个孩子，只有3少爷君子豪和4小姐君雨飞是现在的夫人所生。我小姑子既然想见我，就该自己过来。我说2少夫人啊，您在我们这些下人面前装模作样也就算了，可4小姐是君家正经的小主人。她不想来也好，我正好也不想见。好好好，你可真不识抬举，我倒要看看4小姐等下怎么教训你。醒了，躺了这么久，起来坐一会儿吧。我想见他，那是给他脸了。他不兜着就算了，居然还敢说不想见我。
林心瑶，你给我出来！二哥，你醒了？我的钥匙去哪里了？你是在找这个吗？刚才你不小心丢在我这里了。我看我老公的手脚都被铁链勒出了血痕，实在不忍心，就帮他打开了。你居然敢私自把二少爷的镣铐打开！我老公又不是犯人，为什么要被锁？难道你没看见二少爷发疯起来有多麻烦？带着链子大家都不敢靠近，链子解开就更麻烦了。四小姐，我们快走，这二少爷一发起疯来可是六亲不认啊！哼，就算二哥醒来了，不也是神志不清，还真能给你撑腰啊？我告诉你，是我爸迷信，相信你能让二哥病情好转，才把你弄进门。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照顾二哥的帮佣。是夫人叫人买的，怕他穿得太寒酸，有失体统。一个伺候人的佣人哪用得着穿那么好看？我妈真是太好心了。周管家，你不是说你女儿最近要生日了吗？那些衣服啊，就送你了。二少夫人，麻烦您把衣服拿过来给我。四小姐都开口了，想来这个野丫头也不敢不给四小姐面子。林心瑶，你什么意思？四妹想要，我自然不好不给。不过我既然已经是玄烨的妻子，这些事还是要经过他同意比较好。我二哥神志都不清，根本没办法回答。你以为他就能给你做主了？哼，不肯拿过来是吧？那我就自己来拿。四小姐不可啊，二少爷还在旁边，万一他突然发疯会伤害你的。别以为你能拿我二哥当挡箭牌，我二哥他就是个疯子，根本……你居然连我都敢打！林心瑶，你找死！是你二哥打的，老公你也是，不就几件衣服吗？至于对自家妹妹动手吗？四小姐，对不起，刚才动作太快了，我没看清，不知道是谁打的。四妹，虽然我是你的二嫂，但也不需要行跪拜之礼，又不是古代。老公你也是，自家妹妹没必要下太重的手。四小姐，二少爷今天可能是有点不对劲儿，我们还是快走吧，要收拾那野丫头，来日方长。做了这么一阵子，累了吧？再睡会儿吧。我打了你妹妹，还让她跪了我，你应该不会怪我吧？你要是敢怪我，我就让你重新变成那个疯子。菲菲，你怎么样了？哪里不舒服？医生说你怎么了？妈，你怎么打麻将到现在才来？我昨天腿疼了一夜，都是那个林心瑶搞的鬼。还有二哥，他居然也打我！你说什么？我的傻女儿，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君玄烨发起疯来六亲不认，你居然敢去5楼他，还在他面前闹事。二少爷的情况，小姐不知道，谁让你带他张惹的？你是不是不想干了？我劝过四小姐，可她不听，非要去。你什么你？没看见小姐受了这么大惊吓，还敢来狡辩？这个月的奖金别想要了，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上5楼，你为什么就不听话？那个疯子有什么好看的？这次还好有惊无险，万一真伤到了腿可怎么办啊？谁要去看那个疯子啊？我就是一时好奇，想看看什么样的女人能为了钱甘愿给一个疯子当老婆。什么老婆？那就是个佣人。实话跟你说吧，你二哥已经病入膏肓了，张医生都说过，不了1个月。妈，你说什么？二哥他要死了。反正妈跟你说了，你心里有数，别在外面乱说。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外面呼吸过新鲜空气了？那我们就去花园里逛逛吧，这对你康复也有帮助。夫人，不好了，二少夫人把二少爷带下楼去花园里了，你快回来看看吧。你先不用管，我马上回来。你再帮我通知下张医生过来看看。这些花真漂亮，可惜花期太短了。谁叫你把二少爷带出来的？我昨天才跟你说过，要老实本分。看来你是根本没把我的话当回事儿，还愣着干什么？把二少爷送回5楼卧房，再把他的镣铐戴上。对不起了，二少爷。根据我国律法，任何人都不能随便禁锢、限制他人自由，违法会被驱逐出境的哦。林心瑶，这是君家的地盘，你居然敢在这里扯什么法律？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君家地盘又怎样？任何人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奉公守法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职责。君家的二少爷被继母用铁链锁了3年，这样劲爆的视频一旦发出，且不说警察会不会找上门来，舆论必然会暴涨。你居然敢威胁我！巴布罗，
你还傻站着干什么？赶紧把这个死丫头的手机抢回来，以后禁止她使用任何通讯工具。敢拿舆论和律法来威胁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让你知道谁才是君家的主人。这种杀气，他不过才20岁左右，怎么可能有这样能耐？巴布鲁是吗？你在这里待了多久？5年。5年，估计赚了不少钱吧？想在这里捞金，就切记要奉公守法，否则我有的是办法送你回老家。查一下那个叫巴鲁古的男人，找个合理的理由，立刻将他驱逐出境。是，尹哥，立刻去办。巴鲁古，你忘了谁是你的主人吗？还不把这个丫头拿下，哪来那么多功夫和她废话？刚才那一拳肯定是我轻敌了，一个小丫头而已，比我矮了半截，一定能拿下她。还是没有知觉，根本站不起来。对不起了，二少夫人，一切都是你自找的。巴布鲁，你在干什么？我让你收拾那个丫头，你怎么给她跪下了？巴布鲁，你是不是觉得对不起我老公，心里愧疚，所以才突然给他下跪啊？不过这个膝盖我收下了。我被他点了哑穴。没用的东西，真是个废物！我找保安队长。夫人，不好了，门口来了几个警察，手里拿着拘捕令，说您身边的巴布鲁先生被群众举报涉嫌嫖娼，要带他回去核实情况。你居然还敢嫖娼？是我给的钱太多吗？完了，我去的是高端会所，怎么会被举报了？出来有一阵子了，你累了吧？我推你回去休息。二少夫人您好，我是二少爷的私人医生张成，一直负责熟悉二少爷的病情。听闻二少爷昨天发过病，我特意过来给他检查一下身体。二少夫人，您照顾二少爷这么久，肯定也累了，让我来推二少爷吧。二少夫人，您怎么能随便打人？我只是想帮忙照顾二少爷，没有别的意思啊。我连赵美娟的面子都不给，更何况是她身边的走狗。君玄烨变成今天这样，就算这个张医生没有直接动手加害，也绝对脱不了干系。我如果是你，就会识相点，别在这里自讨苦吃，赶紧滚！二少夫人，给二少爷看病是我作为医生的本分，您一直阻挠我给二少爷检查身体，是不是别有用心？你给二少爷看病，越看越严重，这就是你的本分？就你这样的水平，也好意思自称医生？二少夫人，您这是什么意思？医者的本分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钱不择手段。人在做，天在看，小心迟早有报应。他什么意思？难道他看出什么了？夫人，我刚才去给二少爷检查身体，被二少夫人拦下来了，还挨了一巴掌。夫人，我怀疑二少夫人可能看出什么了。二少爷的气色似乎好了很多，精神也清醒了不少。如果不是回光返照，就是什么？难道那个野丫头还能有通天的本事，把那个疯子治好？如果是刚开始还真不好说，但现在二少爷都已经病入膏肓了，又不是世外高人，哪能说救就能救的？只不过什么？我担心二少爷死了之后，他会在外面乱说。乱说？一个从小门小孩里出来的野丫头，也配在君家头上动土不成？早知道嫁进来的是这么一个难缠的货色，当初我就该极力反对。等那个二疯子一死，我就立刻把他扫地出门，还真当自己是根葱了。不行，未免夜长梦多，还是再送他们下城，让他们彻底没有翻身的可能。我能恢复？你毕竟病了那么久，不能太着急。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治好你。睡吧，好好休息。明天我再带你出去散步。真是可笑，那些所谓的至亲，却变成了我需要百般提防的敌人。等君玄烨彻底恢复后，一定要让他给我安排一个自己的房间。今天我们继续去散步，药物治疗是一方面，呼吸新鲜空气更有利于你的恢复。停电了，是人为刻意造成的。看来赵美竹是迫不及待要对我们下手了。被困几个小时，对普通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对长期服用迷心草、精神本就脆弱的君玄烨来说，会加速刺激他的精神，诱发他的疯病。一旦君玄烨出现什么意外，不管他们谁出意外，我都乐见其成。夫人已经关了好一会儿了，我们还要等多久啊？不急，再等等。二少奶奶那么能干，
连八步步都能打败，说不定还能自己修好电梯爬出来呢。老公，你不是说下周才回来吗？怎么突然提前了？事情提前处理完了就回来了。玄烨呢？你不是说他最近情况不太好？我去看看他。要不是你一生视色如命，除了玩女人，老爷子当年也不会为了防止君家道中桩落，直接将君家掌门人的位置传给了君玄烨。我也不比这么煞费苦心。玄烨呢？我去看看他。对了，我安排的新娘已经过门了吗？怎么样？玄烨的身体有没有好一些？这死老头子虽然花天酒地，但君玄烨是他最爱的女人所生，可不能在这个时候被他撞见。还说呢，你非要迷信，那丫头就是个扫把星，完全不顾及玄烨的身体，还把他推出去吹风受冻，也不知道是不是盼着玄烨死了，好拿了补偿金走人。什么？有这种事？你这个婆婆是怎么当的？就由着那个丫头乱来？这些年来，你对家里的事情毫不负责，一旦出了问题，只会不分青红皂白的责怪别人。我也想管啊，可她根本没把我当婆婆，凡事都自作主张，我说一句她能顶10句，真不知道你当初是怎么选的媳妇儿。老爷夫人，不好了！二少夫人非要带二少爷出门游玩，结果电梯突然出了故障，他们2个人被困在电梯里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啊？玄烨身体那么差，连床都下不来，怎么还能被带出去玩呢？肯定是二少夫人自己想出去玩，就推着我们玄烨一起胡闹。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人开电梯，可别再惊吓到玄烨了。二少爷被困在几楼？快说！回老爷，被困在5楼。去5楼，赶紧想办法把电梯门打开，救玄烨出来。电梯维保人员呢？今天正好是维保人员休假，我已经打电话通知他们了，不过他们赶回来还要一点时间。哼，我提前给他们放了假，就是要让林心瑶和君玄烨在电梯里多困一会儿。玄烨你怎么样啊？维修人员马上就来，你再等等。怎么没声音了？电梯里空间小，空气不好，玄烨本来身体就弱，该不会是晕倒了吧？那还等什么维修人员？赶紧叫人把门撬开！老爷，不行啊，不是专业的人，万一弄不好，电梯轿厢掉下去，里面的人可是会有性命危险的。咦，你们都围在电梯门前干什么？是电梯坏了吗？你们是不是想坐电梯下去？可是刚才电梯好像出了点问题，不过现在应该好了。你是谁？电梯不是坏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玄烨呢？那不就是你给玄烨找的新娘吗？你和二少爷不是被困在电梯里了吗？怎么外面闹腾了半天也没见你出来露面？是不是诚心让人担心？还真会倒打一耙。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刚才电梯确实出了点故障，我也求援了，可是根本联系不上人。等我们出来的时候，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还以为你们都不知道我们被困在电梯里了呢。他说的都是真的吗？你们居然连电梯困人了都不知道，都是吃白饭的吗？至于我们怎么出来的，大概是运气好吧。被困了没2分钟，电梯就自己好，我们就出来了呀。电梯故障这些小技术活，对我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何况君玄烨还要坐2天轮椅，没有电梯会很不方便。没事就好，看来这个丫头确实有点运气的，不愧是我特意找来的。对了，玄烨没事吧？您是爸爸吧？玄烨好着呢，您放心好了。这丫头不可能会修电梯，一定是下人们办少爷退出不牢靠，没把电梯故障弄好，才让电梯短期内自己复原了。都怪你，非要把二少爷推出去玩，他是病人哪能陪你疯？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情，你赔了命也抵消不了过错。是啊，玄烨是病人，你怎么能带他到处乱跑？老爷，您还不知道呢。昨天张医生想来给玄烨检查身体，可这野丫头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死活拦着不让看，也不知道是不是诚心想要玄烨病情加重。想不到你居然这么胡闹，没轻没重也就算了，居然还心怀叵测，想要害我儿子。就是啊，老爷，我们君家怎么能要这样的媳妇儿？再留着她，玄烨怕是真的要被她害死了。看来你根本不适合当我们君家的媳妇儿，你走吧。玄烨那边我会再给他物色一个合适的媳妇。这就是所谓的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过还有一句话，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我现在是玄烨的合法妻子，除非我老公亲自开口，否则任何人都不能随便叫我们离婚。反了他了，想不想离婚可由不得你。来人，喊保安队过来，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给我丢出去！谁敢动我君玄烨的妻子？啊，玄烨，你居然清醒了，认得爸爸吗？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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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好久不见。要是君哲远不这么糊涂，不这么贪玩，多关心一下儿子，君玄烨也不至于被赵美娟等人害得这么惨。怎么，你要赶走我的妻子？我没有，玄烨，我只是觉得他不懂事，怕他耽误你的病情。连电梯故障这种小问题都处理不好，要你们这些废物有何用？今天之内，所有人都结了工资，滚出君家！不行，这些人都是我这些年精心培养、安插在君家的人。换，全都换！新人新形象，只要玄烨你高兴，怎么都行。3年了，这个男人还是这么狗腿，我要儿子命是从。玄烨，你刚清醒，我叫张医生过来给你检查一下身体。那个庸医不用了，我不光不会再用那个庸医，还要送他去吃牢饭。玄烨，要不爸爸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医院的设备更齐全，也更放心。老婆，我们回房间吧，这里太吵了。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怎么突然出来了？万一再受了刺激，家中病情就不好了。你被人欺负，我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你救了我，我会报答你。无论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他来君家肯定是有目的，让我不用再屈辱的做一个疯子。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什么都可以。那要你行吗？长得倒是不错，勉强可以入本小姐的眼。可以，我也只要你愿意。你永远都是君家的2少夫人，一生一世尊你、敬你、护你周全。哦，只是尊我、敬我，却不爱我吗？抱歉，5年前我的心早已经给了别的女孩，她和你一样，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惜我一直没办法找到她。原来还是个痴情种啊！没关系，我本来也没指望你爱我，反正我也只是暂时在君家停留。那行吧，我们就约定好，暂时做名义上的夫妻。等哪天你找回你心爱的女孩了，我就主动把位置让出来，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你放心，找到她只是了结一个心愿，将来除非你另有爱人，看不上君家2少夫人的位置，否则没人能赶你走。不瞒你说，我找了她好几年，却一无所获。等回头我帮你查查，放眼天下，怕是还没有几个人是我查不到的。我的身体具体还有几天能完全恢复？最快明天，最晚后天，你就能像正常人一样活动。你毕竟病了3年，身体亏空的太厉害，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不可太过劳累。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何必急于这2天？害你的人就是赵美娟吧？想要除掉她还不容易？就凭她那种无脑女人，最多也只是给别人当刀子使。想要收拾她，我有的是办法，只是不想让她死得太轻松，否则怎么对得起我这3年的镣铐加身？此人冷心冷肠，睚眦必报，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只能在心里默默的给赵美娟点了根蜡烛喽。玄烨、星瑶，快下楼用饭吧。听说你清醒了，你大哥2口子特意赶回来，还有菲菲也回来了。瞧瞧，你的面子可比我还大，我每次回来也没见他们这么上心过。那是因为你每次回来，不是为了要钱，就是为了出去玩女人。玄烨啊，当着外人的面，好歹给爸爸留点面子，别这么直白。外人？他这是在说我吗？既然我们已经结了婚，我的妻子就不是外人。这臭小子，怎么连生起地女人就笑得这么温柔？果真是娶了媳妇就忘了爹吗？哎，算了，我不跟你计较，我先走了。你们早点下楼来，大家都在餐厅等着你们一起用餐。以后没经过我同意，不许随便碰我。我长这么大也没怎么和女生触碰过。啊？君哲远这个人一贯自私自利，过河拆桥的事情他没少干。他刚才说你是外人，其实就是一种试探。如果我不做出维护你的姿态，接下来他就会找你的麻烦。过河拆桥，那也得看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我自然知道你不怕他，只是不想让他太给你添麻烦。二弟，你气色不错，看起来恢复得很好，大哥真为你高兴。这位就信弟妹吧，我这2日一直在外地出差，没能来得及见你一面，莫要见怪。弟妹，这是我和你大哥为你准备的新婚礼物。谢谢大哥大嫂，不懂行的人估计还以为这项链很值钱，可这宝石顶多就是普通的人造宝石，项链的链子部分也只是表面镀了一层金。喜欢就好，一家人不必这么客气。大哥大嫂，你们怎么一来就送他礼物啊？我也缺一条项链呢，你们怎么不送我？多大个人了还这么孩子气，还好意思要礼物？行，明天让你大嫂也给你挑一条，满意了吧？四妹喜欢这条项链，要不就送你吧。真的？你居然这么好说话？那天不过就是几件衣服，你都跟护宝贝一样护着。大哥大嫂送的首饰肯定很值钱，你怎么舍得割爱？一条项链而已。这野丫头肯定是当着大家的面故意装好人。哼，她既然敢装，我就不客气的收下。这颜色和她还挺搭配。大嫂，你也太抠门了吧！居然送一条镀金的假项链，还装的那么贵重。
不过别说，给我的狗子带着还挺好看的。这就是大哥大嫂精心给我老婆准备的新婚礼物。真当我军玄烨躺了3年就成了废物，拿个假货就能随便打发了？这个土丫头不可能见过什么好东西，可她居然反手就给狗带上了，这不就是讥讽她的礼物只配给狗吗？还有俊飞一那个蠢货，看出来就算了，还大大咧咧的说出来了。二弟莫要生气，这应该是个误会。想来你大嫂也是被人欺骗了，买了假货都不知道。我明天重新给弟妹买一份见面礼。不必了，我老婆眼光高，怕大哥选的不合她的心意。大哥若是真有心，不如就折现吧。我的卡号是1122，信用社的卡，最好不要跨境转账，不然还得出手续费，大嫂会心疼的。这两口子怎么能如此厚颜无耻？哪有人把礼物折现直接打卡的？还内涵他抠门，连手续费都心疼，真是岂有此理！好，100万够不够？什么？100万？见面礼而已，根本用不着那么贵啊！10万块钱足够买个很好的首饰了。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没见过什么世面，也实在不知道100万能不能买到可心的首饰，要不就200万吧。大哥，你会不会觉得太多？能白拿干嘛不要？这个死丫头居然敢开这么大口！不过就是一份见面礼而已，她怎么不去抢？不多不多，弟妹高兴就好。真是气人！这个大儿子对外人太大方了。我这个当老子的，每次回家要钱都会被说教一番。相比之下，还是玄烨当家的时候好，给钱从来不打折扣。家里的佣人怎么都换了？我胃不舒服，先回房休息了。自从林心瑶这个死丫头嫁进君家，我就事事不顺。这丫头分明就是来给我添晦气的灾星。原来如此，还是二弟雷厉风行，刚清醒就有如此决断，这么快就让家里焕然一新。君家府邸这么大，家里的运转、安保都离不开人。不过短短1个白天，还能在短时内安排好所有岗位，这样的手段着实厉害。若是连一个小家都治理不了，如何治大家？多吃点，你太瘦了，好好补补。你大病初愈，身体亏空严重，也得好好补补，才能快点恢复。这臭小子对这个媳妇真是上心，真是晦气！好好的一顿饭，不仅丢了面子，还花了200万。秀什么秀？不就是夹个菜吗？你给我吃的到底是什么药？我吃了好几天了，一直没问你。毒药呀，现在知道晚了吧？你可连着吃了好几天了，说不定已经快发作了。你给的毒药我也吃。傻瓜，你也太容易相信人了。万一我是故意救你，先取得你的信任，然后再利用你干坏事，再把你弄死，怎么办？那不必浪费药丸了。你要干什么，只管吩咐就是了。要我命，也只管开口就是。好了好了，不逗你了，你还是活生生的样子更有趣。那个药丸呀，是我自己折腾出来的一种解毒丸，能应对很多种毒素。对了，有件事要和你说一下。之前和你同处一室，是为了防止你被人害了。如今整个府邸都是你的人，估计也没人能再轻易害你。我想着，你是不是该给我弄个房间？我这2天睡在沙发上，实在太不舒服了。委屈你了。按理是该给你准备个房间的，但是这么一来，别人就知道你我之间有问题。那倒也是，我还是睡沙发吧。好。你什么意思啊？以后你睡床，我睡沙发，早点睡吧，晚安。不要！你们这些魔鬼，走开，都走开！妈妈，妈妈救我，救我！别怕，只是梦，我在，没人能再伤害你。
白天还张牙舞爪，他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君玄烨，平日里装着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居然爬到了我的床上。你个伪君子，居然敢占老娘便宜！看来老娘平时对你太客气了。等等，我是病人，打死我你就成寡妇了。啊呸！昨晚装着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半夜却悄咪咪的摸上我的床，说你到底对我做什么了？再不从实招来，看我不扒了你的皮！这凶哈哈的样子，哪还有半分昨夜梦魇中柔弱无助的模样？你衣服好好的，我要是真做了什么，你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再说了，姑娘您一代大侠，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轻薄你啊。昨夜我是看你做噩梦了，所以想安抚一下你老人家，没想到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确实完好无损，倒是做噩梦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向来不为人所知，没想到居然被君玄烨发现了。行吧，勉强相信你这一次。不过我做噩梦的事情不准随便告诉别人，可不能影响我英武不凡的形象。放心，我绝对不说。你家这个妹妹也太怕你了吧，饭都没吃就被你一个眼神吓走了，之前还跟我耀武扬武呢。放心，她饿不死。府里有佣人，她出去上课前自然会让佣人给她准备好早餐。你也恢复的差不多了，不需要我时刻守着。我……难道你要离开？不是说好要多在君家待一段时间吗？谁说我要走了？我就是想要出去逛逛，采买一些东西。需要我陪你去吗？不必，你身体还要休养，逛街太累了，你现在还受不住。开玩笑，我要出去采买的都是一些女性用品，让他一个大男人陪着也太尴尬了。好。这什么卡？看起来挺漂亮的。是天福城的黑金卡，你拿着这个卡可以随意买，不必另外付钱。天福城可是帝都最高端的商场，向来是名门贵妇们最爱去的地方。随意买不用付钱？别告诉我那个是你开的。我倒是早就听说过天福城的老板十分神秘，一切大小事务都全部托付给了商场的 CEO 打理，没想到居然会是君玄烨。13岁那年，我爷为了考验我的商业头脑，给了笔钱让我不动用君家所有人脉为前提去投资生意，我就买了块地投建了天福商场。第2年房价大涨，光土地的价值就翻了2番。天福城建成后，很快就成为全国最顶尖的商场。你手上的黑金卡就只有这唯一的一张，拿着它，你哪怕搬空整个商场都行。搬空整个商场啊，真是好大手笔。我要真搬空了，你不心疼？那可是一大笔钱。不过你放心，我不会那么贪心，最多只搬空半个商场。真是好哄。小姐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您想看哪款内衣？我可以为您介绍。那款我想试穿一下，可以吗？当然可以，小姐您稍等，我这就给您拿下来。都告诉过你多少次了，这款衣服非常金贵，不能随便拿下来，你怎么还是记不住？万一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可是这位小姐要试穿，小姐，这是我们品牌限量款内衣，全球仅此一套，价格自然也不菲，你确定要买吗？我都没仔细看过，也没试穿过，怎么确定要不要买？不好意思，其他款式都可以试穿，唯独这款非购买不提供试穿。可是刚才你们这位店员明明说过可以试穿。他是新来的，不懂规矩。我是店长，我说不能试就不能试穿。不过就是个小小的内衣店店长而已，居然也敢狗眼看人低。行吧，那我买了。啊，您真要买？小姐，这一套内衣总价可要58万，您确定？确定。好的，请到这边来付款。太好了，
这一单到手，光提成就够我抵好几个月的工资了。不好意思，我不太喜欢你，麻烦让那个店员帮我开单。傻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我开单！好的，小姐，我马上就去，您稍等。呀，芊芊，你快看，这款不就是我们昨天在杂志上看到的那款全球限量款内衣吗？实物可比照片上还要漂亮，这么贵，58万一套内衣，确实挺好看的，就是稍微有点贵。我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就60万，花接近1个月的零花钱买一套内衣，还是有点太奢侈。万一这个月其他地方需要花钱，就不够用了。宋小姐，这款是全球限量款，独此一件，设计独特，奢华大气，和您高贵出尘的气质十分搭配。要不您试试看？行，那我就试试看，大不了这个月其他地方省一省。怎么我刚才说要试试，你死活不肯？别人一来，你就上赶着让人家试。这种限量版的内衣太贵重了，一般只有店里的 VIP 客人才能试穿，普通的顾客不知道底细，万弄坏了怎么办？你是林星瑶，这乡下妹怎么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怎么，我来逛商场有什么好奇怪的？星薇，你认识她？你们是什么关系啊？若是以前，我才不想承认这个土气的堂妹，可现在不一样了。虽说宋芊芊只是宋国私生女，但我结交了她，也算是跻身名媛圈，她正好可以衬托自己。芊芊，给你介绍下，这是我的堂妹林星瑶，就是为了钱嫁出去的那一位，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为了200万把自己嫁给一个疯子的堂妹啊。难怪有钱逛这种奢侈品呀！难怪有钱逛这种奢侈品店，毕竟是卖身了嘛。我确实从林有强那边拿了200万，那是以嫁妆为名讨回的属于自己父母的遗产。把内衣还给我，别招惹我，否则后果自负。还你？你又没买单，凭什么还你？不就是从我们林家敲诈了200万吗？嘚瑟什么？有钱就省着点花，要不然等你家疯子翘段子了，你就该被扫地出门了。到时候可别再厚着脸皮上我们家。之前在林家是我的错，打你打得太轻了，让你现在敢在我面前这样放肆。你怎么敢打我？芊芊，你看他居然敢打我，你快帮我教训！先来后到的道理都不懂吗？不懂的话，回去让你妈重新教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居然敢对我这样说话，还敢抢我手里的东西！我管你是哪根葱！告诉你，我可是宋家的千金。宋家你知道吗？3大豪门之一的宋家，在帝都就算是君家的人，也不敢不给宋家面子。那也是给你堂兄宋白系的面子，可不是给你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他居然敢叫我私生女！如果以后还想让我们宋家来你们店来买东西，现在立刻马上把这个女人给我赶走！不用担心，她就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没人给她撑腰。这位小姐，请你出去，我们店里不做你的生意。你是这家店的老板吗？你说不做我的生意就不做了？实不相瞒，我们店是商场直营的，大老板不管日常销售，我是这个店的店长，做不做你的生意还真就能说了算。原来你还是个店长啊，失敬失敬。就算你有钱，我们也不卖给你。限量版的内衣非常珍贵，只有真正的名门闺秀才穿得起。林星瑶，现在你该知道，并不是有点小钱就能嘚瑟的。像这种高级品牌服装店，服务高端人群，我可是听说了。你进君家门的时候，连个正经婚礼都没有。要不是我帮你宣传了下，根本没人知道君家那个疯子居然还娶亲了。可见君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估计就跟个佣人似的。瞧你这身衣裳，小牌子根本上不了台面，我们家女佣都看不上这个牌子的衣服呢，还敢跟本小姐抢东西，真是不知死活！怎么还站着碍眼啊？店长，你傻愣着干什么？把他赶出去！你确定要赶我走？想清楚，赶我走的后果，你承担得起吗？不是我要赶你，是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识相的就早点离开，免得自讨苦吃。你来说说看，这套衣服到底应该卖给谁？刚才是这位小姐先说了要买下，我都准备给她开单了，宋小姐才进来。于情于理，这套内衣都应该给先来的买家。死丫头，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宋小姐是什么身份，你也敢得罪？赶紧给宋小姐道歉，不然我现在就开除你！已经得罪我了，以后在这个圈子里别指望能找到工作。不干就不干，俺大不了回农村去，城里的坏人太多，还是俺们农村人实在。放心吧，你的工作我保了。你刚才说
要让这个小姑娘在圈子里找不到工作是吧？要不这样吧，我们就来赌一把。我赌她今天不光不会丢工作，还能当这个店的店长。你以为你是谁啊？居然敢如此大言不惭！好啊，10分钟为期限如何？输的人学狗爬出商场，怎么样？好，就这么定了。空口无凭，万一有人输了不认账，那可就没意思。先录下来，免得有些人到时候耍赖不认账。耍赖的是你才对。你走吧，现在就收拾东西离开，这里不需要你这样不懂规矩的员工，开除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狗仗人势的东西，就只会欺负俺们这些新来的员工。哼，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俺还不稀罕在这里干呢。等等，10分钟还没到，你那么着急走干什么？不如等一等，说不定你真能当上店长。真是笑死人了！就她这个乡下来的丫头，还想当店长？裴星瑶，你是不是真的疯了？我看她就是和君家那个疯子待久了，脑子也不正常了。小姐，你还是别白日做梦了。一个试用期的员工，怎么可能当店长？在忙吗？没忙，我在休息呢。天福城3楼内衣专柜的店长，我看不顺眼，想换个人当5分钟之内你帮我搞定。还好还好，不是查岗。瞧瞧这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天福城的老板，还真把自己当成真的豪门少奶奶了。好好的一个人，非要嫁给一个疯子，结果把自己也整疯了。罗总好，您怎么来了？请问哪位是天福城黑金卡的主人？罗总，你是听说我在这里，特意过来接待我的吗？哇，是 VIP 贵宾卡，只有商场消费额超500万的贵宾才有。芊芊果然大手笔。不好意思，VIP 贵宾卡只能享受一些特殊折扣。我刚才说的是黑金卡，拥有黑金卡的人可以免费获取本商场的任何商品，哪怕搬空整个商场都没问题。搬空整个商场？居然还有这种卡？你说的是这个卡吗？夫人，实在抱歉，让您在我们商场有了不好的购物体验。您放心，我这就按照您的吩咐。你被辞退了，现在立刻马上收拾好你的东西，离开本商场，以后不许再踏入天福城半步。罗总，我可是在这里尽心尽力干了好几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凭什么说走就让我走？凭什么？就凭你有眼无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罗总是吧？告诉你，今天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都不能辞退这个店长。我可是宋家的小姐，这些年在你们这里可没少花钱。你要是不按照我的吩咐，以后就会失去宋家这个大主顾。哦，大主顾啊，罗总，从今天开始，天福城不做宋小姐的生意。是如您吩咐，以后天福城永久禁止宋小姐及其相关人员入内消费。罗总，你疯了吗？你真的不在意得罪我们宋家？抱歉，宋小姐，我也是替人打工，老板娘发话了，我只能照做。什么老板娘？你是说她什么时候成了天福城的老板娘？你们老板难不成是君家的那个风少爷？这位小姐，请你注意你的用词。我们老板之前确实身体有些不舒服，但现在已经开始康复。康复了？这是真的吗？夫人，您还有什么吩咐，只管开口。这个姑娘我瞧着顺眼，以后就当这家店的店长，别的似乎也没什么。我主要是来购物的，也没想闹出什么动静来。要收拾一个宋家的小丫头，我自己有的是手段让她吃不了兜着走。但我就是想看一看，君玄烨会不会为了我不惜得罪宋家这个能和君家抗衡的世家豪门。还好，他没有让我失望。谢谢夫人，谢谢罗总，我一定会好好干，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宋小姐，等等，你大概忘记了我们刚才的赌约吧？愿赌服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现在，立刻，马上爬出商场！林星瑶，你别欺人太甚。我若要欺你，你能奈我何？这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有些人你不一次性把他打趴下，他下次还会再卷土重来。爬不爬？我惹不起你了，看在我是宋家人的份上，算了吧。如果今天是我输了，你能看在我是君家人的份上放过我吗？不会的，你只会觉得我老公是疯子，不顶用，没人撑腰。同样的，你又有谁能给你撑腰？宋白旭，
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宋家的人，我这样做关乎宋家的脸面，要不换个人受罚，让他代替我爬出去。芊芊，是你自己非要和林星瑶打赌，怎么能让我代替你受罚呢？真是传说中的塑料姐妹情啊！不过你也知道，林欣薇是我堂姐，再怎么样我也不能让我的娘家人出丑，对吧？林星瑶，你是故意的，你故意说这话，就是想让宋芊芊把账都算在我头上。别废话，不爬也行，那就跪下来跟他道歉。跪他！对不起，我不该仗势欺人。林星瑶，你太狠了，咱们走着瞧，我不会放过你的。傻愣着干什么？还不帮我把衣服包起来？不想要提成了吗，新任店长？俺的娘哎，真是太霸气了！这种趋炎附势、狗眼看人低的小喽啰，根本不值得我动手。还算听话，没有偷偷操劳。我去卸妆洗脸，你继续晒你的太阳。还好在他回来之前，装作一副悠闲养病的模样，没被他发现在偷偷工作。你说他因为一件衣服跟宋家那个私生女发生冲突，甚至打人。老板，那宋家那边，他喜欢得罪就得罪呗。就是这个吗？到底是什么宝贝？你干嘛动我东西？我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给我带礼物，不小心拿错了。你在家不愁吃不愁穿的，要什么礼物？确实挺好看的，值得抢到手。什么鬼？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真的对他动心了？带这么几个人就赶到这片海域来，知道这里有多危险吗？多谢相救。举手之劳。你好，我叫灵狐。灵狐，5年了，为了能再见你一面，我数次远渡重洋，可终究再难相遇。白天那么张牙舞爪，像只傲娇的小野猫，夜里又如此脆弱无助。瑶瑶，醒醒！带我走，我怕。别丢下我。爸妈，你们不知道，林星瑶那个白眼狼居然当众扇我耳光，还欺负芊芊。现在我在帝都根本待不下去了，芊芊也不肯再理我了。这个白眼狼居然敢这么对你！乖女儿别哭了，明天妈妈就去君家找他算账。微微，你刚才说君学业恢复了？对呀，他怎么突然恢复了？没听说过得了神经病的人还能再好的。谁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天福商场的罗总就只说他康复了，具体怎么康复的不知道。那死丫头的运气也好了，还以为嫁过去要给君家守寡，没想到居然就……不，这里头肯定有问题，说不定是回光返照了嘛。我之前打听到的是君玄烨病入膏肓，活不了多久了。要不是这样，我们也不会放着君家这块肥肉不要啊。凭什么？凭什么他就能有这么好的运气？我才应该是君家二少奶奶，我才应该嫁入豪门过好日子。乖女儿，你放心，妈妈不会让他就这么得意下去的。明天我就去君家，不能让林星烟那个白眼狼独占所有好处。我一定要让林星瑶付出代价，让她把属于我的一切都还给我。君玄烨，你这个卑鄙小人，说话不算数！你居然趁我睡着的时候又偷偷摸上我的床！你什么你？半夜摸上我的床，你还有理了啊？是我对你太客气了吗？居然惯得你胆大妄为的敢欺负到本姑奶奶头上了！还好我昨晚录像了，是你做噩梦主动抱住我的，我怕吵醒你，就一直没动。哦，原来是这样。就算你没碰我，那你也不该偷拍我。我还不知道你居然有偷拍别人睡觉癖好，卑鄙无耻下流！我只是怕你醒了误会我才开的录像，我删了行不行？这还差不多，赶紧删掉，不许留备份。要是让我发现你留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好，都听你的，删掉了，没有备份，这下你放心了吧？夫人，门口来了3位客人，说是林二少奶奶的叔叔和家人，我们正准备进去向二少爷和二少奶奶报告。
这家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估计这次来不是给林心瑶添堵，就是想从君家讹好处。君玄烨不是很宝贝他这个穷酸老婆吗？那正好，就让他看清楚他的穷酸老婆亲人都是些什么趋炎附势的货色，正好也把君哲远喊回来看看林心瑶的家人是什么模样。亲家来了，还报告什么？真是一帮没眼力劲儿的东西，还不赶紧把门打开！早知道当初还不如我嫁过来，哪怕守国华，能在皇宫一样的地方住，守华也开心啊。呀，瑶瑶来了，你这出嫁都好几天了，怎么也不给叔叔来个电话？在君家过得还习惯吗？君少爷对你还好吗？原来叔叔这么关心侄女啊！我还说好几天没见您联系我，怕是都把我忘记了。那怎么可能呢？你可是我唯一的侄女，叔叔向来是最疼爱你的。这个给亲家母进家宫，这个是给瑶瑶的，还有这个给二少爷补补身体。咦，怎么不见二少爷呀？都是好东西啊！看来叔叔和婶婶这回破费了，特别是这款丝巾还是大牌货呢，估计比婶婶之前给我买的一大包衣服还要贵很多吧。瑶瑶，昨天的事情微微回来都和我说了，你大人大量，就不要和自家姐妹计较了。瑶瑶，对不起，昨天是我不好。昨天怎么了？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昨天瑶瑶和宋芊芊在商场为了一款50多万的衣服闹了点误会，微微也在场。什么？花50多万买个衣服，还得罪了宋家？玄烨知道你这么能惹祸吗？这老东西一回来就是连珠炮般的质问。君家这么漂亮，不如你带我上楼去。瑶瑶，我们还没说完话，你怎么就走了呢？君少爷在不在家？要不你带我去看看他？不必了，我老公需要静养，不想见闲杂人等。怎么能是闲杂人任呢？瑶瑶，我们可是你的娘家人啊！我见玄烨精神挺好，何况哪有女婿躲着不见岳家人的道理？谁说我躲着不见人了？他就是君玄烨，怎么没听说过他长得这么帅气？林心瑶这个贱人，居然嫁得这么好！这个男人本来是我的，是他抢了我的一切。听说你娘家来人了，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我也是刚下楼的时候才知道他们来了。儿子，你这个媳妇儿居然为了抢个衣服，把宋家给得罪了，你得赶紧想办法。敢和我老婆抢衣服，我没找宋家人算账就不错了。军氏这2年和宋家合作密切，要是影响到两家的生意，可怎么办？这2年和宋家有生意往来的是君子豪，与我何干？爸爸，你既然是个甩手掌柜，就不要再过问生意上的事情。你这个不孝子！你今天来到底有什么目的？干脆直接说吧。你考虑好了，机会就这一次，下次可未必能进得了君家的大门。瑶瑶啊，能不能借一步说话？你倒要看看他们要耍什么花样。你不用管他们，回房间休息吧，我去就回。好，有事随时叫我，不要委屈自己。这就是姑爷呀！呀，长得可真是一表人才，瑶瑶真是个有福气的。来来，坐下来陪婶婶聊聊。我们瑶瑶小时候可喜欢陪我聊天了，现在长大了，脾气性格都不一样了。林心瑶小时候，微微小时候和瑶瑶关系最亲密，什么秘密都能分享。要不然，让我们微微和你说说。亲家母啊，我瞧这君家花园里的景色真好，能不能麻烦您带我出去转转？这样就能微微这么优秀，让他们漂亮，肯定就能喜欢上她。到时候君雪也只要把她取代林心瑶，成为君家2少奶奶了。这母女俩原来存的是这种心思。好啊，既然亲家这么有兴致，那我就陪你去花园转转。今天出门我特意喷了新买的香水，据说这款香水味道浓郁，能让男人产生一些兴奋的感觉。这女人真奇怪，喷那么多香水是掩饰狐臭吗？林心瑶也用香水，不过她的香水很淡，若有若无的，让人感觉如沐春风。君2少，瑶瑶对你还好吗？她脾气不太好，你凡事不要和她太计较。不会，她很温柔，对我很好，除了早上有起床气会把我踹下床之外。他那都是装的吧？他从小在山里长大，没见过什么世面，举止也粗鲁，哪里懂什么温柔啊？是吗？好啊，既然他要装温柔，那我就撕开他的伪装，让君学爷知道他的真实个性。瑶瑶她性格很野，脾气也不太好，小的时候还会和男孩子打架，不像我，从小就被教导要温柔娴静。和男孩子打架，那肯定是那个男孩特别欠揍。君玄烨居然还维护他，倒也不是，他向来霸道的很，经常无端欺负人。有一次，
他还把一个低年级的小孩给揍了，就因为那个小孩偷偷看了他一眼。不像我自小家教严格，父母给我上的都是荣城最好的学校，还学了很多艺术类的项目，比如钢琴啊、茶艺。对了，我沏茶特别好，有空可以来尝尝我沏的茶。不好意思，我不爱喝绿茶。我没说我只会沏绿茶，我还会沏红茶、乌龙茶的。你不是说瑶瑶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吗？那你又怎么知道她那么多事情？我说的是10岁之前的事情。10岁之前她也在城市，后来走丢了，被一个山里人家收养，所以在大山里长大。我爸爸为了找她，这些年走遍了大江南北，可没少受罪呢。她走丢过？是啊，她性子野，在家里待不住就爱乱跑，小年纪就爱和男孩子厮混一起。她一个野丫头，我爸妈可看不上她。她爸妈在世的时候都管不住她，等他们去世了，就更没人能管她。后来走丢了，据说还是被个男孩子给哄骗走的。谁？林星瑶。就前不久呀，她到城里打工，大概是觉得太辛苦了，又听说我爸爸这些年做生意攒下了不少积蓄，就跑回来认亲。所以她是自己回来的，而你父亲居然能一边把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一边还能天南地北的找人。不是，是我爸一直派人寻找她。是吗？她回来之后，我爸爸可高兴坏了，把她当亲生女儿养。可谁知道她听说我们林家和君家有了婚约，我爸觉得这些年亏欠她了，再加上我当时不在家，君家又催得急，才答应让她嫁过来。其实你本来的妻子应该是我。原来如此。玄烨哥哥，我能这样叫你吗？娶了瑶瑶这样的妻子，真是委屈你了。她凶蛮又没教养，不像我只会心疼哥哥。既然都是一家人，说吧你的目的。我公司欠银行了点钱，眼瞅着要到期，但是项目经营上出了问题，暂时还不出来。君家最不缺的就是钱了，借我1个亿周转下。1个亿而已，对君家来说确实不算什么，可凭什么要借你？咱们不是亲家吗？亲戚之间遇到困难，自然要互相帮助。瑶瑶啊，你可别忘了，若非我们林家，你又岂能嫁到君家来？你赌博输了2个亿，欠了一屁股债的事情，我一清二楚。我赌博输钱的事情，你怎么会清楚？糟了，这件事要是被张雪梅知道，她肯定要跟我离婚，到时候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就你那点破事儿，想知道还不简单？本来想着你生意已经岌岌可危，君家那笔买席钱我也没打算向你讨要，结果你倒好，见我过得好了，又厚着脸皮上门来，还敢要1个亿，你到底哪来那么大张脸？死丫头，我好歹是你亲叔叔，这个世界上你唯一的亲人，你怎么能这么和我说话？就算我算计了你，可最后不也让你嫁入君家，过上豪门太太的生活了吗？就是看在你和我父亲一母同胞的份上，我今天才愿意听你几句废话。以后你们如果能安分点，不来我跟前天亮，我也不会找你麻烦，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好，果然是翅膀硬了，不把我这个叔叔放在眼里了。就是不知道你心里还有没有你去世的父亲。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林心瑶，今天你必须拿1个亿给我，否则我就以林家嫡子的名义把你父母的坟墓给迁走，让你再也不能给他们祭祀扫墓，也免得他们看你这个不孝女心烦。这一拳本该打在你的头上，可我怕脏了我的手。林有强，我本来都不想和你太计较什么，是你自己非要来惹我，非要逼我。1个亿而已，对我而言根本就是入不了眼的小钱。可你偏偏要拿我父母的事情当交易的筹码，逼我就范。我林心瑶不稀罕，你也不配和我谈亲情。你想干什么？林有强，如果我没有记错，你公司是股份公司吧？好几个股东呢，可不是你一个人的小作坊。你挪用公款去填补自己的赌债，这可是违法的哦。就是不知道到时候会判几年。完了，如果被揭发，我不仅要坐牢，还要赔偿股东的损失，到时候就真的万劫不复了。瑶瑶，叔叔错了，叔叔真的错了，不该威胁你，不该拿你父母的事情做交易，不该贪心要1个亿。叔叔也是被逼急了才做下这种糊涂事儿，你救救叔叔好不好？我刚才就是吓唬你，怎么可能真的动我大哥大嫂的坟墓呢？求你别揭发我，别让我坐牢。现在立刻马上出去，以后永远不要让我再看见你。把他们母女俩一起抬着扔出去，以后不许他们母女俩还有林有强再踏足君家府邸1步。是，二少爷。君玄烨，你不能这样对我，放开我！君玄烨，放开我！玄烨，求求你不能这样对我！放开！我没有错，是林心瑶勾引你。亲家母，救我！救救我和微微啊！我还当你们有些能耐，能给那死丫头添些堵，没想到你们这么没用，真是白费我1上午时间。你那个堂谦以后可以不用来往了，只会胡说八道的抹黑你。
这种亲戚还是敬而远之的好。你不会介意我把他们轰出去吧？我很介意，丢出去也太便宜他们了。如果是我处理，一定要先关门放狗，狠狠地吓唬他们一番，再把他们丢出去。好，以后家里就养几条恶犬，看谁不顺眼就关门放狗。他除了抹黑我，还说了些什么？有没有说他才是你正儿八经的未婚妻，而我只是冒牌货？我很庆幸是你嫁了进来，谢谢你不嫌弃我这个疯子。谢什么？主要是我有时候疯起来比你还厉害。好了，我要出门了。你早上不是说今天不出去？临时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再说我要不出去，你怎么偷偷做工呢？抱歉，邢瑶，是我没听你的叮嘱，让你担心了。欺骗医生可不是好病患哦。不过看在你身体恢复的差不多的份上，我就网开一面，允许你工作2个小时，不许超额。遵命，夫人。怎么回事？我心跳怎么这么快？她本来就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往后也只会是我唯一的夫人。喊一下怎么了？谁是你夫人？少贫嘴！我走了。我若要欺你，你能奈我何？爬还是不爬？我没那么好的耐心，再不动个我可不客气了。豪门就了不起啊，太过分了！这不是宋家大小姐吗？天福城老板娘也太嚣张了吧！以后再也不去了。这丫头还是这么火爆的性子，一点都不敢吃亏。这视频只有宋芊芊和星耀的声音，明显就是有人故意陷害。你就不着急？你是商场老板都不急，我也不急。好久不见，君玄烨，没想到你居然还能康复。宋白勋，我也没想到，给了你3年机会，你居然都没能把我们君家给踩下去。我怕君家死得太快了，本来还准备等你死了再打苦一架，估计要让你失望了。说真的，很高兴看到你康复，无敌实在太过寂寞，以后还要多多赐教。你突然打电话过来，是为了网上那个视频？君玄烨，护短也该有个度，当众羞辱，那可是把我们整个宋家的面子都踩在脚下了。现在整个互联网上都知道，我们宋家人在天福商场当狗爬了，宋家的脸都被丢尽了。所以，你们宋家人为什么要把这种视频挂到网上，自取其辱？你以为是我们宋家挂的？不然呢？我疯了吗？把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让整个宋家被人嘲笑。搞定，的确不是宋家挂的哦，而且我也没有让宋千次学狗爬。一个乡下出来的，凭什么进我们宋家的门？反转了，是宋家小姐先挑衅的，太过分了。怎么样，宋大少，看清楚了吗？我会让我姐把宋芊芊送出国外。所以，这视频是谁放的？君子好，君家3胜。该死的，我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好，你是怎么知道的？有人骂我，我就是黑了网站，把那些断章取义的视频都给删了，再放了原版的视频。然后我顺便查了还发视频那个大 V 的联络系统，是从另一个私人邮箱里传来的。我查了一下邮箱的 IP 地址，推测出来的。的确是他，君子豪。他到底还是耐不住性子，急着跳出来了。他这是在玩火。你生病的这3年，他在国外把君家的海外业务打理的还算像模像样，没想到居然这么急功近利，还顺带把宋家拉下水。他向来如此，急功近利又心狠手辣。这次他既然敢主动出手，我自然不会让他好过。别急，他既然要回国搞事情，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他玩。倒是我的夫人，你怎么清楚这么多事？我听说的呀。哦，那也没想到，我夫人不但医术高超，能治好我的病，还是一位顶尖黑客。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大意了。我生病了，我一定是生病了，你以后离我远点。怎么回事？我难道真的对这丫头动心了？我怎么能心里同时住着2个女人？喂，子豪啊，我准备回国了。你终于要回来了，太好了！你再不回来啊，君家就没有妈妈的位置了。什么叫没有妈妈的位置？妈妈，您可是君家的夫人，为家里辛苦操劳多年，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君家说1不2的女主人。我的好儿子，还是你心疼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下周就是您40岁生日，儿子特意回来给您贺寿。啊，对，还有1个星期就是我的生日了，我都差点给忘记了。以后一定要离君玄烨远一点。林医师，
听说你回国了，可否赏老朽一个面子，出来吃个便饭？卢老是母亲的老师，当年在国外援助，我意外遇到了他，还跟他并肩作战。好呀。帅哥，请问贵府车库怎么走？找不到车位，跑车里来蹭车库了。你往前开，左拐再右拐，走到底就有停车的地方了。卢老家的车位怎么修得这么远？不嫌麻烦吗？谢谢啦。你们家车位也太远了吧，客人过来太不方便了。这个位置能停车，所以我这是被人坑了一把。没规矩的东西，贵客还没来就先动筷子，真不知道你在外头是怎么混的。外公，您说的到底是谁啊？居然能让您这么看重？老爷，林小姐到了，欢迎欢迎。瑶瑶，快入座。爷，是你？这是我外孙，本来还想介绍给你们认识，没想到你们居然认识。本来不认识，不过刚才在大门口见识到您外孙的待客之道，实在让人印象深刻。抱歉，刚才以为你是过路蹭车位的，是我误会了。不必了，看在卢老的份上，我不和晚辈计较。我以后能喊你瑶瑶吗？这样也显得亲切些。当然可以。小姑娘，做人还是应该谦虚些，最起码要懂得尊重长辈。我都不跟你计较，你还找茬。卢老，看来您的外孙并不欢迎我。既然如此，我就先告辞了。瑶瑶，你别生气，别和这小辈计较。狗崽子，你发的什么疯？我好不容易把瑶瑶请来，你却把人给得罪了，还不赶紧给瑶瑶道歉？道什么歉，外公？他到底是您打哪认识的人啊？这年头骗子不少，专门骗一些孤老头。他肯定是看您有钱，想骗您点什么。外公，您可别上当啊！卢老，幸好您的外孙没有继承您的衣钵，要不然凭他这种武断的性子，肯定只能做个误诊的庸医。你说的太对了，臭小子，不准再瞎说。瑶瑶是你外公当年在国外支援时候共事的同事，当时多亏了他找到解毒的草药，要不然你外公哪有机会活着回国，也不可能得到国际认证的特级精锐医师证。这么年轻，医术能高到哪里去？真是狗眼看人低！你这个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我还是改天再来吧。瑶瑶，瑶瑶，你等等！臭小子，还傻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人给追回来了啊！我告诉你，如果你因此得罪了瑶瑶，我就跟你断绝关系。去！瑶瑶是吧？刚才是我失言了。我向你道歉。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歉意，我可以送你一辆新车，车型你自己选，随便挑。看在外公的面子上，我已经很给他面子了。你这种车的质量太差，我看不上。我这款车质量太差，你知道我这台车值多少钱吗？哦，我懂了，你这是欲拒还迎。我外公就是这样被你蛊惑的吧？你走不走？再不走，我怕你走不掉了。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走不掉了？蠢货，有危险了还不知道。宋白熙，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拿命来！大意了，我今天出门没带保镖。都说了，你的车质量太差，买车不能光图颜值，得看实用性。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揪着这个问题嘲笑我？什么车能在冲锋枪下安然无恙？这女人是不是疯了？傻愣着干什么？想死啊！小心！瞧你怂的，我的车玻璃是特殊材质制成的，普通的枪打不穿。这居然是防弹玻璃！你这辆车也太牛逼了吧！防弹就算了，撞了我的跑车居然还毫发无损。自然是你们这些豪门子弟看不起的廉价车了。这是白狼给我准备的车，经过特殊改良，就算是在战场上也能冲锋陷阵。别忽悠我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车改装成这样？难道你也有仇家？后面的车辆听着，非法持有枪支是违法的，使用枪支追击他人更是罪加一等。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劝你们在未造成人员伤害之前及时自首，法律会给你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你是警察？不是。不是警察，你还这么喊？我喊话是让周围的人知道情况危险，避免出来被误伤。对了，卢老那边没问题。放心吧，我外公的合院有严密的安保措施，那些人是冲着我来的。我走了，我外公会更安全。你安全了，不必致谢。你是卢老的外孙，算是我的后辈，我才帮你一把。如果下次再不懂礼貌，我不介意替卢老教育你。我知道你很厉害，或许也有些我不知道的背景，但是你说话的口气是不是应该低调些，免得做了好事还把人得罪了？
这就得不偿失。我一般不这么说话。哦，那为什么？因为你一开始就让我很不爽。这女人还真是有趣。今天的主角是赵美娟，又不是我，没必要这么隆重吧？你真以为那些人都是冲着赵美娟来的？她算个什么东西？请得动3大豪门的核心人物。去换衣服吧。那些豪门贵妇惯于以貌取人，你即便不屑，至少昂贵的衣装能少些找你麻烦的人。有道理，就这套吧。少夫人，您真是太美了，简直就像天上的仙女一样，太惊艳了。玄烨，你怎么犯傻了？我好不容易把你给救回来，你可不能再傻回去啊！衣服领子太低了，缝一下。所以他刚才发呆是在偷看我的。君玄烨，你这个混蛋，果然以后要离他远点。瞧我女儿美的，我这个当妈的都要嫉妒了。妈，其实我看中是一款银色鱼尾的，上面镶嵌了好多钻石，特别美。本来我想买那款的，但是价格实在昂贵，要5000万呢，我都没舍得买。你这款裙子也好几百万，不差了。等将来你哥哥全面掌控君家，你想要什么样昂贵的裙子也买得起。咦，你哥哥怎么还不来？我哥刚才给我发消息说他7点能到。怎么君玄烨还没来？我都等半天了，真想看看他康复后的样子。是啊，听说他康复的不错，和以前一样厉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有他那个替嫁夫人，听说性子挺嚣张的，也不知道长什么样。说了，你以后离我远点。你可是我老婆。妈，我刚才说的价值5000万的裙子就是她身上那件。一个山里来的野丫头，凭什么穿那么昂贵的裙子？我都没穿呢。这个死丫头，今天我才是主角。她打扮的那么漂亮，想干什么？肯定是觉得今天来的都是贵宾，想借此打进京都名媛的圈子呢。别以为插上天鹅毛就能野鸡变天鹅了。女儿，你且别急，今晚必然要让她出个大洋相。这个野丫头外面打扮的再好，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山里人，肯定不懂红酒。二嫂，口渴了吧？来，喝杯红酒吧。啊，原来你就是君家新娶的少夫人，果然是仪表出众。她刚才居然没有用君家二少奶奶的身份耀武扬威。我二嫂啊，从小在山里长大，不太会说话。周夫人、赵小姐、许太太，你们可要多多包涵啊。二嫂，今日酒宴上的红酒是82年的珍藏，特别香醇，是我三哥特意从 F 国的酒庄里空运过来的。你以前肯定没喝过，快喝看合不合口味。今天酒宴上用的红酒是我哥从国外运来的高档红酒，价值不菲，但这只是普通的廉价红酒。二嫂，你怎么不喝了？这个酒就是你三哥空运过来的，82年的陈酒。自己母亲生日，当儿子的居然以次充好，真是太不孝。你这个话什么意思？谁许你随便质疑我三哥的？红酒的颜色介于紫红和棕红之间，越是深红代表年份越久。可这杯酒很明显是紫红色的，年份最多不超过3年。82年的陈酒，搞笑呢？你说的并不绝对，酒的质量越好，保持的色泽也越鲜艳。高品质的红酒，即便10几20年也依然色泽鲜明。相反，一些低价的酒1、2年就变成棕色的了。你也说了，高品质的酒才会如此。可你看看这杯酒，里面还飘着杂质，很明显品质很差。哎呀，二嫂，我好像拿错酒了。这个酒应该是给服务员们喝的，我去给你拿我三哥送来的酒。不必了，正好前2天有人送了瓶不错的酒，我平常很少喝，不如拿来大家尝一下。刚好前2天卢老派人送来了酒，说是给宋白药赔罪。这个山里来的野丫头，竟然还真懂红酒。二嫂，你能拿得出什么好酒来？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自己酿的吧？这莫非就是产值天下第一酒庄康迪庄园的名酒？我记得卢老的酒窖里有2瓶，之前本想让他割爱，可老先生说什么都不同意。周太太可是名媛圈里有名的品酒大师，而这个康迪庄园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红酒庄园，即便有钱也未必能买到1瓶。周太太好眼力，这瓶红酒确实是卢老送我的。
我平常也不怎么喝酒，这酒放着也是浪费。周太太若是喜欢，余下的半瓶就送您了。这怎么好意思呢？君少夫人，我也不能白拿您的好酒，这是我新得的一条钻石手链，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大概就值个400-500万吧。希望君少夫人莫要嫌弃。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多谢周太太。以后若是有机会，还请周太太多多指教。好说好说，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常联系。一瓶子破酒而已，凭什么能换人家价值400-500万的手链？还不是周太太看在她背靠君家，故意买君家的面子。就算是价值1000万的礼服又如何？撒了红酒，我看你怎么招摇！哥，我不是故意要泼你的，我是没关系，不过是换个衣服而已。瞧把你急的。这位应该就是二嫂吧？初次见面，实在失礼。各位长辈、各位朋友，实在抱歉让大家见笑了，请大家允许我先去更衣，稍后再回来陪大家饮酒畅谈。这就是赵美娟的儿子，看起来不是个善茬，倒是有点意思。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我的40寿宴，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前来赴宴为我庆生，这份心意，我和我先生君哲远铭记在心，谢谢大家。今日除了我太太的寿辰之外，还有一件喜事向大家宣布。众所周知，我儿玄烨前些年病了，令外界产生了许多不好的猜测。好在天佑我君家，玄烨终于得以康复。今日借着我夫人的寿宴，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3个儿子，他最喜欢的果然只有那个女人生的君玄烨。恭喜君总，恭喜君二少康复。君二少吉人天相，康复之后必定能再创辉煌，带领君家更上一层楼。君二说年少有为，当年就是商界奇才，如今康复归来，必然能重振雄风。君二少夫人也不仅长得漂亮，气质出众，还精通红酒品鉴，真是才貌双全啊！是啊，君少夫人从容大气，一点都不像是寻常人家的姑娘，配君二少真是天作之合。你身边怎么这么多拍马屁的？习惯就好。瑶瑶，你怎么在这里啊？我们找你找的好苦呀！妈，瑶瑶真在这里吗？这儿这么高档，好像在办酒席，俺们农村人哪吃得起这席面？狗蛋儿别着急，她是你媳妇儿，不管在哪儿，只要人没死，咱总能找到。妈，你快看，俺媳妇在那儿呢，就是她，李清瑶。啊，瑶瑶，你们是什么人？你又是什么人？咋离俺媳妇那么近？瑶瑶打你是俺不对，可农村人几个不打媳妇的，不能因为俺打过你一巴掌，你就抛夫弃子，跑得不回家了。俺一辈子没走出农村大山，为了找你才出来，吃了不少苦头。别再使性子，快跟俺们回村里去吧。难道你就那么狠心，连你的娃都不要了？今天是来找君家二少奶奶的。君家二少奶奶已经嫁过人了，还生过孩子。听说君家二少奶奶小时候走丢过，听说有些山里人娶不起媳妇儿就买媳妇儿，这二少奶奶也太可怜了吧？可怜归可怜，可她都嫁过人了，还怎么做君家的二少奶奶？君玄言什么人？怎么能要个生过娃的二手货？可惜了，这么漂亮个美人胚子，本来还觉得和君二少很配，结果却是一朵鲜花，早早插牛粪上。你说，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你真嫁过人，还生过孩子？这林家是怎么回事啊？把个嫁过人的侄女嫁入我们君家，这分明就是骗婚嘛！别怕，我在。吴总，二少爷，有什么吩咐？你们龙方阁的安保就是这样的，什么坑蒙拐骗、招摇撞骗的人，都能随便放进来。你凭什么说俺们是坑蒙拐骗？瑶瑶是俺家的童养媳，嫁给俺快10年了，去年还给俺生了个儿子。他挨不住寂寞，和村里的男人勾搭，被俺撞见打了他一个巴掌。谁知道他气性大，娃都不管就跑。原来这病秧子居然还是个练家子！你这个杀千刀的，你凭什么打俺儿子？俺跟你拼了！问你话，怎么不答？二少爷，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已经问过门口的保安了。这对母子俩来的时候本来是不能进来的，但是君夫人正好出来，问了几句话后就让他们进来了。保安自然不敢再阻拦。原来这是你找的。不错，是我让他们进来的。说起来，他们也是可怜的人，
孤儿寡母在城市里流浪寻人，我恰好看到他们拿着林星瑶的照片，就想着世界上莫非真有那么巧合，便答应让他们进来看看。没成想林星瑶还真抛夫弃子，骗婚嫁入军家。我们军家可不是娶不上媳妇儿的穷困人家，怎么能要个二手货？老公，你说是不是？当然不能要。别说我们军家是名门望族，就算是普通人家，也不会容忍骗婚这种事情。林星瑶，你听到了吗？还不赶紧和你的山里老公回家带孩子？我们军家不要你了。谁敢让我夫人走？你算哪根葱？军家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话了？二哥，她虽不是你的生母，可也是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子，军家当仁不让的女主人。你怎么能用这样的语气和她说话？军家当仁不让的女主人，君子豪，你若是聪明点，不如劝劝你那愚蠢的母亲藏好尾巴，否则我今天就让她滚出军家，你信不信？君玄烨，你以为你是古代的帝王吗？凭什么这么霸道？我告诉你，现在的军家也不是3年前的军家了，你以为还是你的一言堂？好了好了，都是一家人，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起争执？子豪，玄烨是你二哥，你说话要尊敬些他。玄烨，子豪也没有恶意，不过就是想维护他妈妈。他妈妈何尝不是你妈妈？这些年，住口！我母亲早死了，这个鸠占鹊巢的小三也配当我妈？你这个不孝子！哎呀，有钱人欺负俺们穷人了，抢了俺家的媳妇儿，还打了俺的儿子，俺不活了，俺今天就在这里死给你们看！岂有此理！我们命苦啊！媳妇儿跑了，还被人打，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来人，把这2个闹事的东西给我拖出去！等等，戏都没演完，把他们赶出去，岂不是太扫兴？从小到大，遇到任何事情，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可此刻，我忽然发现，原来有个人能帮你遮风挡雨，是这样的幸福。我突然不想远离他了。对付泼妇，你不擅长，我来吧。好。你真的认识我？瑶瑶啊，俺就知道你不可能为了贪图富贵就不认俺们母子俩。打你10岁起，你就在俺家，虽然是买来的，可俺们把你当亲生闺女疼啊。家里还有个娃，那可是你的亲骨肉啊。不对，我听你们的口音是北方人，可我当年走丢后流落到了南方，这些警方那边可都有记录的。你一开始是去的南方，可后来又被卖到了北方。你年纪小，好多事情记不得了，南北都搞不清楚。其实我刚才是诓你，我根本没有去过南方，去的是北方。瑶瑶啊，你别调皮，甭管南方北方，你就是俺们家的媳妇儿。今天你必须要跟俺们走，否则俺们绝不罢休。狗蛋，还不把你媳妇儿领走！媳妇儿，别再闹了，跟俺回家。对呀，既然手不干净，不如不要。你刚才说我是被你家买过去当童养媳的，是又怎么样？你本来就是俺家买的童养媳，你不能忘本。按照律法，收买被拐的妇女儿童可构成犯罪行，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情节严重，还会加重处罚。你这把老骨头，如果丢到监狱里，不知道能不能熬过3年。瑶瑶，你居然为了贪图富贵，要把俺们娘俩送到大牢里，你真是好狠的心啊！狗蛋，咱们走，这种没良心的女人不要也罢。想走，哪有那么容易？我看你们手法老道，怀疑你们是人口贩子。我已经报警，让警察来查查你们到底有没有犯罪行为。给诸位做个科普，如果在大街上遇有妇女儿童被自称家人的陌生人拉拽，切记不要轻信，首先要把人拦住，然后立刻报警，让警察来辨别真假。有时候你一个热心之举，或许就能挽救一个家庭的悲剧。二少夫人说的太对了，不要随意轻信任何言论，让警察来查明一切。精心布局了好几天，想不到居然被他3言2语就给破解了。更可气的是，我花高价找来的人居然是人贩子。哎呀，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有。我也没想到，居然还会碰到坏人冒充瑶瑶的家人。妈，没事的，既然是误会，现在解开了就好。还好是误会，君家的脸面也算保住了。玄烨，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就赵美娟，你真以为这事就能这么算了吗？二哥，刚才的事情都是误会，妈妈也被人欺骗了，才将那对母子俩放进来。玄烨啊，差不多就行了。君家的脸面最重要，大庭广众之下，别计较太多。道歉。哪有婆婆给媳妇儿道歉的？我虽不是你的亲生母亲，却也是你的长辈，你怎么能如此不孝？
玄烨，你想干什么？不怕被人笑话？你君哲远都不怕被人笑话，我怕什么？有什么事情咱们回家说。爸，我是想给你留面子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不想当众说开。可这个女人公然欺负到我老婆头上，我若不能替她讨回公道，又算什么男人，什么丈夫？林心瑶，你来说句话。口头道歉就算了，不如写封道歉信挂网上吧。我叫你劝架呢。林心瑶，你别太过分。怎么，这就过分了？那我刚才还差点被人抓走卖了呢，怎么没人觉得过分？玄烨以前虽然霸道，但好歹对我还算孝顺。自从你进门后，他就越来越忤逆，肯定是你这个女人在背后煽风点火。够了！时至今日，你居然还维护赵美娟，你真的了解她吗？你真的知道她是什么人吗？就因为你天天在外花天酒地，她从不多嘴，你就觉得她贤惠？君玄烨，你今天到底想怎么样？我妈过生日，你不诚心道贺也就算了，还在这里说些有的没的，你真是我们家里的人吗？为什么一直和家里人作对？我妈她嫁入君家那么多年，你从小到大别说妈了，连句阿姨都没喊过。你病了3年，我妈对你悉心照顾，你不感激就算了，还这样欺负她，你有没有良心？3年的悉心照顾，我君玄烨当真是没齿难忘。你能记得就行，你后妈人其实挺不错的，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相处。这个父亲当真是糊涂的无可救药。张医生，你可还记得？难道你就不好奇为什么这几天联系不上他了？君玄烨醒来之后，张医生只匆匆说过一句要去国外出差。本想留着赵美娟钓更大的鱼，可今天这场闹剧，我改变主意了。怎么，你没有想说的吗？不对我说没关系，你可以留着和警方说。为什么指使张医生下毒害我？我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说是我？事情恐怕真的和母亲有关。二哥，这个事情我们私底下谈谈。现在毕竟还有那么多人看着，我想你也不希望君家名誉扫地。好啊，把君家在国外的生意还一半给我，这件事情我可以淡化。不行，我好不容易才借着君玄烨病的时候占了国外的场子，现在全还回去，那岂不是损失惨重？子豪啊，我是你亲妈，你可不能见死不救，让我这一大把年纪了还去坐牢。你，诸位不好意思，今日的晚宴会要提前结束，等我们处理完家事再设宴赔罪。怎么回事？客人呢？四妹，站在旁边就好了，不要多话。赵美娟，你告诉我，刚才玄烨说的是真的吗？你怎么做出那样的事情？你爸爸，你干嘛对妈妈那么凶啊？闭嘴！玄烨都是爸爸不好，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你后妈也知道错了，都是一家人，你不如……原来你还是包庇他呀？条件我已经提了，至于答不答应，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有什么不能答应的？君家在外海的生意本就是玄烨当年开辟的，现在还给玄烨也是理所应当。都是我的儿子，君家的生意不管在谁手里区别不大，只要不闹得太难看。好，我答应你。把东西拿进来。不愧是我二弟啊，原来一切早就有准备。那君子豪也是个没用的，这么轻易就被威胁了。要换个心狠的，宁可不要老娘，也要抓去。没用的，君家在海外的生意大部分都是君玄烨开辟的，国外的很多豪门以及皇家都只认君玄烨这个人。当初赵美娟母子俩趁着二弟神志不清，冒用指纹骗得了股份，本身这件事就有漏洞。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要回全部股份，只要一半？君子豪在海外经营多年，一下子打得太狠了，也会伤及内部。君玄烨一出手，就让君子豪吐出半面江山，那我们在国内的生意，我们自然也要早做打算。今天太晚了，明天一早，你们就去民政局。去干什么？办离婚手续。这个女人不能再留在君家。君玄烨，你不要欺人太甚，我和你爸的婚姻轮不到你来多嘴。君玄烨，不要欺人太甚，我都已经还了一半股权，你还想干什么？我只说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没有说要让他继续做君家的夫人，或者你再拿你另一半股权来换他继续留下。让一半股权已经是我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不行，我不和娟娟离婚。赵美娟从不干涉我的私生活，没有比她更适合当妻子的了。爸，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年你在外花天酒地，赵美娟从来不说什么吗？为什么？她对你特别宽容，无非就是不爱你。她图的从来不是你这个人。不，你错了，娟娟是真的爱我。
当年我们结婚前，他主动和我做了财产公证，也约定如果离婚不会要君家1分钱。他不图我钱，他不图你钱，难道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图你在外花天酒地不顾家吗？这些年你在外面养了那么多女人，却一个私生女都没有，难道你就不好奇？我都有3儿1女了，生不生我？你住口，君玄烨，你胡说八道什么？爸，你还记得你当年阑尾炎手术的事情吗？那是10多年前的事了。赵美娟送你去的私立医院，里面有她的熟人，也是在那次手术中，您不但失去了阑尾，也在无知无觉中被人阉割。如果你不信，可以去医院检查身体。玄烨说的是真的吗？老公，你听我解释，我……这个贱人毒妇！我这10年来，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还被小情妇暗地里嘲笑。你给我滚！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我还给你生了一双儿女。老公，你不能这么无情啊！到底是我无情，还是你狠毒？成天装作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背地里却蛇蝎心肠，给玄烨下毒，还让我滚出君家，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从今以后，你们俩谁敢替他求情，就跟他一起滚。君玄烨还得处理事情，我只好先回家喽。太好了，赵美娟终于滚出君家了，以后再也没有人会故意找我麻烦了。瑶瑶小姐，果然是你。要不是这车，我都没认出你。上次一别，我从我外公那边要到了你手机号，怎么总也打不进去？陌生号码自动屏蔽，有事儿？抱歉，我堂堂宋氏集团掌门人，什么时候在一个女人面前将姿态放得如此之低？瑶瑶小姐，可否加个好友，以后也方便联系。又不是朋友，加什么好友？好歹也是一起被追杀的生死之交，怎么到你这里就连朋友都算不上了？你说的是前几天从卢家出来遇到的事情，对你来说是追杀，性命攸关，对我来说不过就是小儿科，不值一提。至于你，被几个小喽啰打得连还手之力都没有的弱鸡，也配和我谈成什么生死之交？倒是长记性了，知道带保镖了。瑶瑶小姐，女人还是要温柔些的好，否则将来只怕没人敢娶。不劳你费心。谁说她没人娶？宋白皙，撩骚搭讪都打到我君玄烨老婆的身上了。你老婆？怎么回事？心还是跳得这么快，但这次怎么这么开心？她有没有对你怎么样？她能对我怎样？君玄烨，你还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劲敌。君玄烨，你干什么？一路上都不对劲，我手都被你捏疼了。没事吧？你跟宋白皙是怎么认识的？她就是宋白皙，也不怎么样嘛。对，她确实不怎么样，你以后离她远点。你放心，就算她是你生意上的劲敌，在姑奶奶我面前也不值一提。下次我再见到……没有下次。为什么？林清瑶，我不想看到你和别的男人走得那么近，我吃醋，我难受。我知道，我说过不会把心交给你，特别是看到你和别的男人站在一起有说有笑，我确定你喜欢我。我知道你要说我是渣男，明明之前说有喜欢的人，但原来是因为喜欢。君玄烨，我也是，我也喜欢你。什么？我之前一靠近你就心跳个不停，又特别开心。你刚才说喜欢我，我更开心了。令狐，对不起。他怎么知道我的代号？干嘛这样看我？君玄烨，你就从来没对我的身份产生过好奇吗？我调查他的事情被他发现了。我本来没想过问你的身份，虽然我觉得你有很多秘密，直到那天林有强一家3口来君家，当时林行为和我说了些关于你小时候走丢的事情，我就忍不住想知道你的过去。所以你查到了什么？一无所获。我派出的众所之自然也非等闲之辈，可除了你10岁前的事之外，什么也查不到。原来只是一场误会，或许他念叨的不是灵狐，只是发音相近。去探查的人手可以撤了，无需白费力气。我能让你知道的，自然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无论用什么手段都不可能知道。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的是，我不是穷凶极恶之徒。这是你真的走丢过吗？是不是很辛苦？大家都是夸赞我的能力，从来没有人问我过得苦不苦。我就是随口一问，你可以不用回答。是我走丢过，不过我是被坏人带走的。他们的作案手法和昨晚宴会场上那些冒充我亲戚想把我拐走的人如出一辙，周围的人也挣扎苦恼，他们则谎称们也相信了，无论我怎么哭求都没人相信。我当时特别绝望，那时候的我可真弱啊，居然就那么被人抓走了。都过去了，以后有我在，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趁着君玄烨出差不在，我的任务可不能耽误。没想到君氏集团网络防会形同巫蛇，倒是有点小心思，居然把核心部分做成了无愿网，看来是查不到核心资料了。瑶瑶，你在吗？我是你大嫂，我能进来吗？
自从第一次见面，逼着吴连连拿出200万赔偿后，吴连连之后明显是在刻意避开我。大嫂啊，有事吗？瑶瑶，你在家会不会无聊？有没有想过再去读读书，进修一下？君玄烨一康复就收走了君家海外的半壁江山，且今天又亲自去处理生意，很明显是想要拿回君子豪手上的另外半壁江山。一旦国外的事情处理完，君玄烨肯定要调过头来对付君承浩。弟妹啊，大嫂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主要是玄烨身份学历摆在那里，咱们自己人不在意，可叫外人说着不太好面子啊。所以皇家学院是顶级名校，不太好进。不过你大哥他打个招呼就能让你免试入学，到时候君玄烨陪着老婆去国外留学，他就没太多心思留在国内和承浩抢位置。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回炉重造了。这是真的吗？瑶瑶，你没骗我吧？货真价实。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官网查询，输入我的名字和证书编号，一查便知。不过大嫂，我觉得你说的对啊，在家确实挺无聊的，要不你和大哥说一下，安排我进军事集团工作。弟妹啊，这个事情最近中高层的职位都没有什么合适的空缺，要不然你再等等。我没准备当高层啊，你随便给我安排个闲职就行了。我看官网上挂了不少招聘信息，空缺岗位还挺多的，要不然我自己投简历，按照正常流程应聘。刚报道的新人是吧？今天发福利，你领了没？没领的话赶紧去领一下，就在走廊走到底，左边第一间办公室。谢谢经理提醒，我这就过去。我按照您说的，已经把林星瑶骗到赵董办公室那边了。很好，做得不错。林星瑶，你想来军事替君玄烨占位子，门都没有，我让你们俩一起身败名裂。有没有人？我是来领福利的。我一直觉得女孩子穿西装套裙很土气，裹得严严实实的，一点看头都没有。没想到还有人能把这身衣服穿出风情万众的味道，果然是人漂亮，穿什么都好看。这里到底是不是领福利？如果不是，我就先走。当然是领福利的地方，你哄我开心，什么福利都有。哄你开心？请问怎么哄？小姑娘，你可真幸运，我一眼就喜欢上你了。今天你乖乖听话，以后有我罩着你，车子票子，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如果这些我都不要呢？哎呀，我的小乖乖，那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办到，一定满足你。我想要你的命，你给不给？算算时间，林星瑶想必现在已经被赵董缠上了吧？林星瑶，别怪我这个当嫂子的狠心，要怪就怪你嫁错了老公，挡了我和君承浩的路。王总、李总，打扰一下，有件重要的事情，想请各位一起去赵董办公室谈一谈，麻烦大家现在过来一趟。你不是去国外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怎么回来了？刚处理国外的事情，就听说你来军事了，我怕你有事，立刻来找你。君玄烨，我好像更喜欢你一些了。没什么，就是有人把我骗到这里来，想让这个老混成欺负我，没想到他撞枪口上了。哦，对，我就是那个枪口。哦，对了，这个是我在他电脑里找到的。这个老色鬼不光在公司里潜规则下属，还在外面诱骗无知小姑娘，这里面都是证据。军事竟然有这样的人，怎么回事？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君承浩，这3年你就是这样治理公司的？赵董是什么人，你当真不知道吗？老公，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一时糊涂。你这几天回娘家反省，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再回公司，也不准踏出家门一步。仅仅回娘家反省，太浅。吴连连心思恶毒，蓄意设计陷害，如果不是瑶瑶自身有本事，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心术不正的人，绝对不能再继续在公司任职，尤其是首席财务官，掌管公司财务大权，涉及事务众多，必须是人品可靠、心思纯正之人才能胜任。反正我已经报警了，警察很快就到。不如就让警察来查一查呗。其实吴连连这件事做得很隐秘，我说这些不过是恐吓他罢了，逼他主动退位，省得麻烦。不要报警，我愿意辞职，也愿意交出首席财务官的位置，求你们不要报警，不要送我去坐牢。君玄烨去国外把君子豪的地盘全夺了之后，立刻就来抢首席财务官的位置，我这个总裁之位越来越不稳。老公，你真的要赶我回娘家啊？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让你不要轻举妄动，你怎么就不听呢？现在首席财务官的位置没了，我在公司的处境也越来越难了。我也是为了你啊，老公，你在公司辛苦了那么多年，兢兢业业，君玄烨凭什么一回来就和你争夺总裁之位？凭他是老爷子指定的接班人，凭他手上握有的军事股份比我多，他就有资本有底气和我争夺总裁之位。那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大赦大七罪，只有想办法拿到他手中的军事股份，我这个总裁之位才能坐稳，才能彻底把他赶出军事。君玄烨，是你逼我的。
别怪我心狠手辣。妈，你这么着急的喊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又小又破，连个佣人都没有，每天只能吃外卖，我过不下去了。妈，你现在就先忍忍，把我生活费都降了很多，我现在自己花费都不够，也没办法给你换房子请佣人。你说什么？都怪那个林心瑶，如果不是她，你也不会被爸扫地出门，我也不会过得这么惨。妈，你也是，当初怎么就能让那女人进门呢？还说把她当佣人，现在好了，她成了君家的女主人，我这个君家大小就跟寄人篱下似的。你说的没错，一切都是从那个女人进门开始，我们绝不能放过她。妈，你怎么买硫酸了？你想干什么？哼，君玄烨肯定就是看林心瑶长得好看才宠爱她，男人嘛都是那种德行。要是他脸毁了，肯定也会被扫地出门，那时看他还怎么嚣张。我必须要让他尝尝我受的苦。可是妈，你现在进不了君家，接近不了他。乖女儿，你还在君家呀，想要接近他还不容易。喏，这个给你，照那贱人脸上泼。妈，这是犯法的。放心，你是君家的女儿，君哲远那王八蛋亲生的孩子，他不会看着你进牢房的。不行，可二哥不会放过我的。你不肯替妈做的事情，妈妈自己去做。女儿，我收到消息了，林心瑶要去参加一个私人聚会，就在山顶的一栋别墅里。正好那家的佣人之前受过我的恩惠，已经答应放我进去了。妈，不要。其实仔细想想，二嫂也没有干什么坏事，都是我们在找她麻烦。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滚！新瑶，你看，这瓶是我上周从 F 国带回来的，50年的陈酿，跨越了半个世纪。口感特别醇厚，今天特意让你先尝尝。多谢周太太厚爱，那就却之不恭了。第一杯就让你先尝尝。林心瑶，你害了我，我也要毁了你！住手！君玄烨，你也该死！妈，快把他控制住，别让他再乱动。雨飞，怎么样？别乱动，忍着点痛，别乱动。我帮你把脸上的硫酸冲掉，避免腐蚀到皮肤深处，不然就真的麻烦了。疼，好疼，我的脸！谁让你来的？我差点就得手了，你跑出来干什么？死丫头，你坏了我复仇！我明明是来阻止你犯错的，你到现在还死不悔改。我的脸能不能康复？不会留疤吧？我还年轻，我不能毁容啊！硫酸已经腐蚀到真皮层，肯定会留疤的。不过还好，及时用清水稀释过，要不然腐蚀到皮下阻根就更麻烦了。我还年轻啊，我还没有嫁人啊，毁容了我可怎么活啊？我不活了！成何体统？哭什么哭？这就把你打败了？我还以为君家的小霸王多强悍。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我妈本来是想害你，结果却不小心害到了我这个亲生女儿，这不是报应是什么？别光顾着哭，换药的时候记得擦这个。什么东西啊？这是祛疤膏，是我亲自研制的。就你脸上这种程度的伤疤，每天按时涂抹，1个月就能恢复如初，一点痕迹都不留。要不是有这个药膏，我身上不知道留下多少疤痕。唯一的遗憾就是制造这种药膏的原材料太过稀缺，没办法量产，平时我自己都舍不得多用。真的吗？你不会是骗我的吧？你要不信就还给我，我这药膏存货不多，本来还留着自己用呢。信，我信。二嫂，谢谢你，谢谢你。二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当初我二哥明明都病入膏肓了，可你一嫁过来他就突然好了。这次你也能拿出这么好用的祛疤膏，你莫非懂医术？这个傻妞倒是反应过来了，不算太笨。你知道多少？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我就知道我妈买了一瓶硫酸，准备用来对付二嫂。我真的劝过她了，可是她根本不听。她跟我说，她得到了可靠消息，知道二嫂要去参加一个私人聚会，我就怕她出事儿，所以急急忙忙找二哥一起过来。新瑶这次的聚会是周太太临时起意组织，知道的人并不多。我也不知道。对了，
我有次去我妈那边，正好看到大嫂也去了，他们一起在骂二嫂。吴莲莲很好，看来她是一点教训都没吸收。林心瑶，你干什么？我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受伤，别误会啊，我不是耍流氓。我自己去卫生间照镜子查看，不用你管。真是个别扭的男人，又不是没有看光光过。谢了。后背没事吧？皮肤要是真的伤到了，我那里还有药膏。我没事，一点都没伤。君玄烨，当时那么危险，你为什么要替我挡硫酸？如果不是硫酸泼偏了，那你的整个后背都会被腐蚀灼伤，后果不堪设想。不知道，本能吧。可惜，他的心早就给了别人。下回别对我这么好，起码别为我拼命。万一我爱上你，你就要倒霉了。为什么我要倒霉？因为我爱的人只能爱我一个。如果心里有别人，我要么把他的心剜出来，要么把他心上人的心剜出来。我去隔壁房间住。为什么？隔壁房间太小了，没有衣帽间，也没有化妆室，不适合女生住。你们听说了吗？少爷被夫人赶到客房住了，这才结婚没几天，怎么就分居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都说床头打架床尾和，要不了2天，少爷一准就搬回主卧了。什么2天？我赌1天。小夫妻俩年轻气盛，哪忍得住分那么久？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不过我好像的确习惯了有君玄烨的日子。说了要挖掉他和那个女人的心，怎么自己的心先痛了？妈妈，我要回家，我想回家，我好害怕。妈妈，你能不能活过来，把我从这个鬼地方救出去？君玄烨，你怎么在这里？醒了，夜里看你做噩梦，放心不下，就过来了。既然贪心了，那就贪心一回吧。君玄烨，警局那边传来消息，赵美娟已经主动坦白了所有罪行，并且交代了的确都是吴莲莲私下授意的，就连购买硫酸也是吴莲莲提议并帮忙安排的。君承浩直接跟吴莲莲提出了离婚，他还真会把自己摘干净。你什么时候下班？要不要一起？瑶瑶，林心瑶，君总，接下来怎么处理？直接杀了吗？君玄烨早该死。不过死之前，必须要让他把君氏的股份全部吐出来。君玄烨，君玄烨，君玄烨，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我就是吸入了点蒙汗药，药效一过就没事了。倒是你，怎么会被人打伤头部？我看到你晕倒在地下车库，急忙跑过去，后来应该是被人打晕了。看来咱俩都被人下套了。我刚刚检查过了，绳子绑得很专业，看来这伙人不是普通的绑匪。
别怕，有我在，我会护住你，不计任何代价。10年前，我也被人抓走，也是关在这样狭小、黑暗、冰冷的环境里，默默承受着恐惧和绝望。可如今，有人愿意拼尽全力保护我。眼镜蛇，竟然是他！君臣浩竟然过了杀手。你很漂亮，杀了可惜，不如跟着我吧。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君二少爷，我们又见面了。上次没能杀了你，这次正好补上。要想杀我，早就可以动手，没必要舟车劳顿跑到这里来。君家二少爷果然聪明，比君子豪那个废物强多了。既然是聪明人，我也就不绕弯子了。签了这个，我就放你走。君承浩，别信他，君轩寒，签了这份协议，我们就彻底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知道这份股权协议总共价值多少？1000亿。君承浩给你多少钱？1亿、10亿，还是100亿？1000亿美金我给不了你，毕竟里面涉及了很多不能快速变现的产业。但短期内我能调集的资金是200亿美金，你不妨考虑一下。若是有了这200亿美金，我完全可以重新招兵买马，构筑武器，甚至能让屠夫组织发展的比以往更加强大，再也不用看人脸色。好，我同意。你给你的家人打电话，只要钱到手，我就放了你。来人，给他们松绑。这2位可是我们的尊贵的客人，怎么能一直绑呢？等钱一到手，我直接撕票，到时候不仅能拿到200亿，还能顺便完成君承浩的嘱托，一举两得。等等，钱可以给你，但你必须先放我夫人离开，毕竟撕票的事情你们又不是没做过。你说什么？你用200亿就换我一条命？你是不是傻？万一他们拿了钱撕票，你怎么办？你不要命了！这场无妄之灾，说到底也是你受我牵连，我无论如何都要保下你。更何况我的命本就是你救的。我说过，你若想要，我随时可以给你。傻瓜，我才不要你的命！我那么辛苦救你，可不是要让你死的。认识你这么久，还没见过你这个样子。我什么样子？君玄烨，既然你说你的命是我，那你就得听我，不用你放我走，放他走，我留下给你当人质。林星瑶，你别胡闹！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放他走啊！反应这么慢，洞察力又这么差，屠夫组织有你这样的首领，活该被团灭。到底是谁？你猜，猜对了我就放你一马。我猜不到你到底是谁。可是我却知道你哦，交手这么多次，还不记得我这个老朋友？是你，原来是你，还算你有记性。抱歉，我真的不知道您是君玄烨的夫人，求您放我一马，我保证从此以后洗心革面。你觉得我会信吗？再说，你都知道我和君玄烨的关系，我还能留你吗？可你现在就一个人，你插翅难飞，应该不会为了我这种渣子搭上自己的命。当然了，我的命可比你金贵多了，我可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你放了我，我保证从此销声匿迹。求你，灵狐大人，我求求你。我才刚和他结婚，君家上下早对我不满，君承浩更是恨不得让我死。就算我回去筹钱，也没那个本事调集那么多钱。200亿啊，那可不是小数目，只有君玄烨亲自出手才能筹结的。别听他胡说，我君玄烨的命难道不比一个女人值钱？你必须放了他，否则我1毛钱都不会。听说君二少对新娶的夫人疼爱有加，我原本还不信，今天亲眼所见，才知道果然名不虚传。你走吧，我会好好照顾贵妇人。3天内我要看200亿。你放了他，否则我1分钱不会给你。君玄烨，你这么倔做什么？你不是还要去找你喜欢的人吗？你还没找到他，怎么可以为了我去死？星瑶，可能他只是活在我的记忆里。星瑶，我早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喜欢上你。我不会把你留在这里，绝对不会。傻子！时间紧迫，你别说话，听我说。屠夫不能组织恶贯给他们钱，若是让他们得到这200亿巨额资金，后果不堪设想。我自然知道这笔钱不能给，所以我才让你走。你为什么要胡闹，非要留下来？君玄烨，有你这句话，
就足够了。好，我答应你。我出去之后，立刻找人来救他。被眼镜蛇拿枪指着太阳穴的时候，都能谈笑风生。现在是因为害怕失去他吗？别怕，一会儿你就会醒。现在可以放他出去筹钱了。都不许动，谁敢动一下，我就一枪崩了他。瑶瑶，君上，您不能过去啊！火势太大了，厂房随时都会坍塌。放开我，混蛋，放开我！瑶瑶，我好不容易用最快的速度找人过来，你怎么可以出事？君玄烨枉为人夫，枉为男人，连自己最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我还有什么用？耶，你们在干嘛？围着这么多人，难不成是在看火烧厂房？星瑶，君玄烨，你在哭吗？我看到你流眼泪了，你别动，让我拍个照片做纪念。君少落泪的照片可稀罕了。他居然在害怕，害怕什么？怕我真的死了？怕再也见不到我了吗？别怕，我没死。你忘了，我可是很厉害的女人，没人能要我的命。这点小火还困不住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点火想害我，结果把自己困住。我能说我把他们困住了，还第一时间喊了白狼过来处理后事。你君玄六来的太晚了吗？留在我身边，做我的女人，好不好？你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不就是夫妻吗？我想要你做我真正的妻子，而不是名义上的。我想要以后的每一天都有你在身边，不是因为责任，不是因为承诺，只是因为我喜欢你。从小到大，历经颠沛流离，看透人心险恶，其实比任何人都渴望安稳的生活。只是，那他呢？那个你爱了5年的女孩，不要了吗？我喜欢的人不是一直都是你吗？吴大人，5年前就是你在海域口救了我，如今就算你来军师有目的，我也要和你在一起。对了，陆成浩呢？估计已经被警察找上门了。现在不是分心的时候。